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沈淑宁。今天我要和大家说一件特别重要的事，重要到什么程度呢？可能直接关系到你家里的财产安全，关系到你银行账户的稳定，更关系到你会不会因为一些操作而引起关注。这事儿听着有点严肃，对不对？但我跟你说，这绝对不是危言耸听，这是我了解过许多情况之后，必须给大家提的醒。很多朋友习惯持有现金，觉得踏实，但今天我必须提醒，在美国，手头大量现金可能存在较高风险，需要妥善处理。常有人说，存款别超$10,000，否则会被查。于是有人每次存9000多，以为能避开关注，请立刻停止这样做，这恰恰可能触及相关金融规定，后果可能非常严重。我说这话是有实实在在的例子的。洛杉矶一位开中餐馆的李阿姨为儿子买房，将30多万现金分多次在不同银行存入9000左右，结果账户被暂停使用，并面临相关问询。他解释这是辛苦所得，但根据规定，这样的操作就可能被视为需了解的行为。所以这期视频我就要把这里面的门道掰开了揉碎了讲给你听。今天的内容非常干，涉及很多规定条款，但每一句都可能是帮你妥善管理财产、避免疑问的重要信息。我建议大家找个安静的时间，认真看完。首先，咱们得彻底弄清楚那个流传最广，但也误会最深的说法，关于$10,000的说法。很多人都知道，去银行存现金，如果超过$10,000，银行就要填一张表。很多人怕这张表，觉得一填表，税务方面就可能来了解情况了，所以千方百计躲着它。这里面的误会可太大了，也正是这个误会，让不少人遇到了麻烦。这张表官方名称叫货币交易报告，英文是 Currency Transaction Report， 简称 CTR， 你记住这个名字。这是根据美国银行保密法，银行必须履行的一个法定义务。最关键的一点来了，银行填这张 CTR 不代表你有问题，不代表你不合规，更不意味着你一定会被审查。它只是一个中立的、例行的备案程序。那为何要弄这个规定呢？根本目的是为了关注金融领域的相关活动，所以只要你的资金是合法的，是你开餐馆、做装修实实在在赚的，是你卖房子卖车的合法收入，是你父母从国内寄给你的赠与，你完全可以正常的一次拿着10万、20万现金去银行，柜员问你，你就如实说，配合他把 CTR 表格填好，留下你的身份信息和资金来源说明。做完这一切，你这笔交易就是记录在案的。但咱们很多同胞心里有个坎儿过不去，总觉得财不露白，露富了不好，或者确实有些现金收入没报税，心里没底，于是就开始想别的办法了。而这个办法恰恰就可能踩中今天我要说的第一个，也是需要特别注意的情况，拆分交易。这个词的英文叫 structuring， 请你一定把这个词记在脑子里。这是美国金融与税务方面关注的行为。什么叫拆分交易？定义非常清楚，就是为了规避银行提交 CTR 报告，故意把超过$10,000的交易拆成好几笔小于$10,000的交易来进行。举个例子，你手上有$22,000现金，合规的做法是一次性拿到银行填一张 CTR 完事，但你觉得这不行，太显眼了，于是你今天存9500，明天换个银行存9000，后天让家人去存3500，或者你把时间拉长，这个月存3次，下个月存4次，每次都不超过1万，你以为自己没事，实际上你的这种行为本身，注意是行为本身就可能带来疑问，这里面的逻辑你要听明白，不管你的钱来源如何。只要你有意的把它拆分开存入，目的就是为了绕过那个$10,000的申报门槛，你就可能触碰规定，一旦被认定不合规，后果可能比较严重。根据规定，拆分交易可能面临相关处理。如果还牵扯到其他情况，处理会更复杂。更麻烦的是，你存进去的那些钱，不管来源如何，都可能面临问询。也就是说，你的资金可能被暂时关注，人可能需要沟通。如果是绿卡持有者，身份也可能受到影响。你看看，就是为了躲一张简单的备案表格，值得冒这样的不确定性吗？你可能会嘀咕，银行每天业务那么多，我存个9000块钱，就像大海里滴进一滴水，他们怎么可能注意到我？我多换几家银行不就行了？
这么想，你就太小看现代银行的监控系统了。这就要引出我今天要说的第二个核心，银行那个隐形的监控系统，可疑活动报告，英文叫 Suspicious Activity Report， 简称 SAR。很多人觉得银行柜员就是办业务的，数钱而已。其实，在美国的金融体系里，他们都是经过相关培训的前线人员。当你拿着$9800现金去存款，或者连续几天、几周频繁的存个5、6千、7、8千，柜员面前的电脑系统很可能已经自动弹出了预警提示。现在的银行系统用的都是非常先进的数据分析工具。这个监控不是靠人眼，是靠复杂的模型和算法，它会自动分析所有客户的交易模式。系统设定的警报线根本不是固定的1万。对于某些账户类型或交易模式，可能你单日累计存款超过5000，或者短期内频繁出现整数存款，系统就会自动把你标记出来。一旦被系统标记，或者柜员主观上觉得你行为需要关注，比如你问他存多少钱要填表，听说1万要填，马上把钱拿回来抽走几张再存，柜员表面上会不动声色，礼貌地帮你办完业务，微笑着送你离开。但当你转身的那一刻，他可能已经在内部系统里提交了一份关于你的 SAR 报告，这份报告你是绝对看不到的，银行也严禁员工告诉你。这份 SAR 会直接送到哪里？送到美国财政部下设的金融犯罪执法网络，那里有更强大的计算机系统，会把你的这份 SAR 和你每年的报税记录、你的信用卡消费、你的房产信息，甚至出入境记录全部放在一起交叉比对。如果他们发现你每年报税收入才3万美元，但你的银行账户里却在半年内存入了15万美元的现金，那么你很可能引起税务方面的关注，他们联系你就不是概率问题，只是时间问题了。我必须强调 ，SAR 的触发门槛可能较低，而且有一定主观性。只要银行觉得你的行为不合常理，缺乏明显商业目的，看起来像是在规避规定，他们就可以，而且必须提交这份报告。银行为了自己不被相关机构关注，他们的策略向来是审慎处理。接下来要说的第3个概念是让不少家庭感到困扰的程序——民事资产没收。这是美国法律体系里存在的一种程序，它允许相关方面在还没有对你进行刑事定罪，甚至还没正式起诉你的时候，就先暂时处理你的财产。理由只需要是相关方面有依据认为这些财产可能需要了解情况，比如涉嫌我们刚才说的拆分交易。这里的逻辑你一定要听清楚，在刑事程序上讲究疑罪从无，检方必须拿出确凿证据，但在民事没收程序里角色反了，那笔资金本身成为关注对象，需要你来说明情况，证明这笔钱是合法的。一旦资金被处理，你要想拿回来，就得请律师，走法律程序，提交一大堆证据，证明这钱是你卖旧房的钱，是你家人赠予的，是你多年前从国内带出来的。这个过程又漫长又昂贵，律师费可能很高，很多时候被处理的可能就5万美金，但相关费用要6万，很多人算账，只能选择放弃。这真不是吓唬你。我印象很深的一个情况，发生在密歇根州，一对华人夫妻经营一家洗衣店，因为店里收现金，他们也怕一次存太多被问，就在2年里几十次的把现金分批存入银行，每次都不超过9000。突然有一天，他们账户里的10几万美元直接被暂时处理了，收到了相关通知。夫妻俩完全懵了，他们觉得我1不贩毒，2不抢劫，存自己的钱怎么了？虽然后来经过漫长的法律诉讼和媒体报道，他们拿回了一部分钱，但中间好几年的精神压力、生意受影响，还有付出的巨额费用是永远补不回来的。说到这儿，我相信很多朋友心里已经开始注意了。那么具体到我们在美国的生活，哪些情况最容易遇到这些情况呢？我总结了3个需要特别注意的场景，你可以看看自己有没有类似的情况。第一个需要注意的场景就是蚂蚁搬家式的海外汇款。很多新移民朋友买房需要从国内转一大笔钱过来，因为国内有每人每年5万美元的外汇限额，大家就习惯找亲戚朋友帮忙，爸爸汇5万，妈妈汇5万，舅舅1亿，再各汇5万，最后都汇到你在美国的同一个账户里。
这种模式在美国银行的风控系统看来可能比较显眼，虽然这不一定直接构成拆分交易，但当你的账户平时没什么大动静，突然短时间内从多个不同人名下收到多笔接近5万美元的汇款，银行的风控系统极有可能被触发，直接提交 SAR， 甚至更谨慎一点，暂时关注你的账户。现在美国大银行的风控非常严格，一旦你的账户被一家大银行以风险原因关闭，你的信用记录可能受影响，以后想去其他银行开户都会比较困难，这对在美国生活影响很大。第二个需要注意的场景就是那些现金收入为主的行业，像餐馆、装修、美甲、按摩、零售小店，这些都是我们华人社区的常见行业，也是需要特别注意的领域。很多经营者为了税务考量，收了现金可能没有完全申报，然后把现金放在家里，或者隔三差五存一点进银行，这里面是双重不确定性。第一，你如果隐瞒收入，这是税务问题；第二，你分批存钱，又可能涉及我们刚才说的拆分交易问题。税务方面对这些行业比较了解，他们有自己的一套评估方法。他们会根据你的店面位置、面积、租金、水电、煤气用量、员工数量，甚至同行业的平均数据，推算出你大致的营业额应该是多少。如果你报税的收入和他们推算的相差很大，而你个人账户里又时不时有现金存入，或者你虽然不存钱，却全款买了房子、买了车，这种生活水平与申报收入差异较大的情况，是税务方面关注的重点，可能引发沟通。第三个需要注意的场景是私下换汇，特别是最近几年，有些人因为汇率或者便利，喜欢在社交平台上或者通过朋友介绍找人私下换汇，比如你在国内给人家人民币，人家在美国给你美元现金，这里的风险是巨大的，你根本不知道对方给你的现金是什么来源。如果那钱涉及需要关注的情况，他正急着处理，你接过他的现金存进银行，你就可能卷入疑问。哪怕你事后说我不知道啊，我是清白的，沟通过程中法律上有个概念叫应知而未查，会认为你作为一个成年人，应当意识到这种非正规渠道的大额现金交易可能不正常，存在不确定性，而你选择了不去了解。所以我不知道可能难以成为你的解释理由，你的账户可能被暂停，人要接受沟通，处理起来很麻烦。讲了这么多需要注意的不确定性和情况，那是不是在美国就完全不能用现金了呢？当然不是，现金是法定货币，合法使用是你的权利，关键在于你要懂得怎么在规则内安全的使用。下面这几条建议指南是我总结给所有朋友的建议，请你一定要记在心里。第一条，也是最重要的一条，如实说明情况，是你最稳妥的方式。如果你有一笔合法的大额现金需要处理，比如说你卖掉了旧车，买家付了你18000美元现金，请你直接一次性拿到银行去，告诉柜员我要存18000美元，这是卖我旧车的钱，柜员会按照流程问你资金来源，你就如实回答，配合填写 CT2 表格。只要你这么做了，这笔交易就是透明、有记录的。税务方面看到记录，也只会知道有这么一笔交易。只要你年底报税时如实申报，就符合规定。记住，填 CT2 表格是正常流程，有不确定性的是因为害怕填表而去采取不当方式。第二条，养成保留一切凭证的好习惯。在美国，书面文件非常重要，对于任何大额资金的进出，你必须保留完整的证据链。如果是卖房，保留成交文件和支票复印件；如果是父母赠与，请父母写一份签名的赠与信，并且保留他们从国内银行汇款出来的凭证。如果是娱乐场所营的，保留相关单据，当银行询问或者万一将来税务方面沟通时，你能立刻拿出这些文件，这就是你的有力证明。银行看到清晰的文件，就会把你归为低风险客户，否则你只能口头解释，银行在提交的 SAR 报告里就可能写客户无法提供资金来源证明，这在风控眼里就需要进一步了解。第三条，能不用现金就不用现金，多用支票和电子转账。在美国这个成熟的信用社会，大额交易使用现金反而是比较不便、不确定性较高的方式。买房买车这种大事，直接让银行开本票或者用电汇，
这样资金流向一目了然，链条清晰，符合常规。现金交易除了可能的规定不确定性，还有物理风险，带着几万美金在路上走，安全吗？第4条，做生意的朋友要特别注意 Form 8300，这条是专门给各位经营者的。不仅是银行存钱有申报要求，如果你经营的生意，比如车行、珠宝店，甚至是大额服务的提供者，一次性收到客户超过1万美元的现金付款，规定你也必须向国税局提交一份表格，叫做 Form 8300，这性质和银行的 CT2 是一样的。如果你没有申报，或者帮客户拆分支付，那么你作为商家也同样可能不合规，面临处理。千万别为了一单生意，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。第5条，千万不要在家里囤积大量现金。很多长辈总觉得银行不安全，喜欢把几万、几十万现金藏在家里。这除了我们刚说的可能的规定不确定性，还有巨大的物理风险。美国入室盗窃的情况并不少见，你藏在床垫下，保险柜的现金一旦被偷，房屋保险通常只赔偿很少的现金损失，可能就1-2千美元顶天了，剩下的损失全得你自己承担。而且，如果你突然需要用到这笔钱，比如5年后要买房，你一下子拿出30万现金去存，你怎么跟银行解释？税务方面会翻出你过去5年的报税单，如果上面显示你的收入根本攒不下这么多钱，你就可能面临税务沟通，会被要求说明情况。最稳妥的办法是，赚了钱就及时存入银行，按规报税，让资金流动处在正常记录下，这样才能积累起良好的信用记录。最后，我想分享一个更深层的观点。美国的税务金融体系本质上是建立在信息透明和信用基础上的系统，它并不排斥财富，但要求合规与诚实。我们来到这里是为了安定美好的生活，若以取巧的心态应对这套成熟的体系，可能带来麻烦。税务方面的职能不仅在于收税，更在于监管相关信息。在全球化与大数据时代，个人资产与交易记录较为清晰。中美之间的金融信息交流也日益增多，因此我恳请您将本期内容转给亲友，尤其是仍用旧方式处理现金的人。请记住3个不要：不要拆分存款，不要拒绝合法申报，不要轻信所谓偏方。在这里，合法合规才是守护财富最稳妥的方式。视频最后想和大家互动，您去存钱时是否被仔细询问过资金来源？您是如何应对的？或者身边是否有人因现金存款遇到情况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经历与看法，让我们共同交流，互相提醒。如果觉得今天的内容有帮助，请点赞并订阅汇点生活频道。我是沈淑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